公宝啊，小六已经出发了吧？皇上，荣亲王和广安侯在城门会合之后，大军就快速出城了。这次是急行军，这时候想必已经到了安定郡了。你闹出什么笑话吧？皇上，荣亲王是轻车简行，只带了1车的行李，让好些想看笑话的大人都失望了。朕也是没想到，赵国公和萧红卓这俩人还有穿1条裤子的一天。这俩人平时斗得像乌眼鸡一样，现在算计起荣亲王倒是目标一致了。不过这两家的算盘是打空了。皇上揉着太阳穴，想到钦天监的说法，他的眉头依旧紧锁。或许小六这次误打误撞还真的做了件好事。官道上，军队在快马飞驰着，杨策率领着禁军在前面打头阵，广安侯则是带着广安侯府的人在中间，最后的才是荣亲王的队伍。没办法，沈飞给荣王府拖了后腿。沈飞每天都在王府养尊处优的，可没遭过这个罪。刚开始骑马的时候，他还跃跃欲试的，觉得很新奇。可是半天下来，沈飞觉得双腿已经不是他的了，大腿内侧真是火辣辣的疼。沈飞就算戴着面具，也隐藏不了他的苦瓜脸。唐之陵虽然骑着马，但是视线也是频频地看向沈飞。朱坤鹏从前面的队伍骑马过来，一下子就逮到了唐之陵的目光，他也顺着视线看了过去，发现那是个面容阴柔的小白脸儿。朱坤鹏目光狐疑地在唐之陵和沈飞两人之间打量，越看眼中越凝重。荣亲王，咱们到前面说会话。唐之陵又担心地看了沈飞一眼，温柔地叮嘱道：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朱坤鹏直接打了一个激灵，看唐之陵的眼神更古怪了。走吧。朱坤鹏又看了一眼沈飞之后，也快速离开。唐之陵追上之后问道：你想和我说什么？唐之陵突然靠近，让朱坤鹏躲了一下。说话就说话，别离我这么近啊！喂，你怎么了？发什么疯啊？我才没发疯。总之你以后不要对我动手动脚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动手动脚？对你？还有，你那什么眼神啊你？唐之陵发现朱坤鹏一直往他的下半身看，也古怪起来。他急忙驱使枣红马拉开和朱坤鹏的距离，一手环胸。你该不会有断袖之癖吧你？朱坤鹏无语死了，真是离了个大谱。他喜欢女人好不好？我看你才是断袖之癖呢，你刚刚一直盯着一个小白脸瞧呢。你胡说些什么呢你？哼，我胡说，我刚才瞧得真真的，你的眼睛都要粘在那小子身上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俩将来是要做亲家的人，你可不能瞎搞。没有小妾不要紧，你就好好的宠你的王妃，别往身边安排男宠。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我也跟着丢脸。我告诉你，本王才不是断袖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本王告诉你，本王喜欢女人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说完也不管唐之陵，快马追了上去。唐之陵看朱坤鹏走了，郁闷地回到了队伍。哎呀，真是要散架了。后面的路你就在马车里坐着吧，别出来了啊。好。其实要不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早在出城的时候就进车休息了。唐之陵这次出行没带女眷，沈飞自然不能一开始就坐马车，那样城门口检查的人就会发现沈飞的存在。荣亲王出行没带婢女服侍，反而带了一个白面小子，这事儿一定会被人诟病，因此沈飞才跟着队伍骑马。谁料广安侯着急赶路，这一路都没有停下歇息的意思，沈飞也不得不咬牙地坚持着。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才让队伍停下来的。爹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到驿站呢？什么驿站啊？你当是郊游啊？咱们干令带着充足，这几日要日夜兼程。朱坤鹏有点着急，他真的有事往京城送消息啊。爹，不用这么急吧。少废话，你再去催催荣亲王，让他们那儿加快速度。广安侯说完，不再搭理儿子，而是去找杨策去了。他要派一队先锋先去各郡县收粮。朱坤鹏蔫头大脑的又回去了。他现在的焦急真是没有人能理解。沈飞进了马车后，就把小福宝从空间放了出来。良妻，是不是很累呀？没事，好多了，就是许久不骑马了，缺少锻炼。不过出了京城也是好的，总闷在京城也是没意思的很。小福宝也笑了出来。上辈子他是皇上，被困在小小的四方天中，去的地方也不多。
他最多的时候就是站在大禹朝的鱼图前，看着他的整个江山，可终究是没有亲自踏遍整个山川。这次出来，他竟然有些小窃喜。娘，等我再长大一点，咱们就离开长安城，想去哪就去哪。行倒是行，就是这路啊，真是太破了。要是全都是水泥路还好点儿，否则太遭罪了。小福宝很无奈，修路可不容易，只要修路，百姓就要服徭役，想要全是水泥路，那得多少银子？小福宝想都不敢这么想。况且要是修得太通畅了，他们走方便了，敌人打进来也方便了呀。大禹朝没有硬实力之前，道路还是不能修得太平顺。唉，不知道王府里的几个孩子有没有想我？花花，咱们快回家吧，我想娘呢。小叶子，咱们再住一宿，明天直接去水塘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娘。今天天都快黑了，明天再走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见到娘。娘已经3天没见到娘了，我要娘。寻儿，奶娘在呢，找她好不好？不好不好，我不要奶娘，我要娘，我就要娘。花花看着哭得凄惨的小孩也是很头疼，往日没看他多粘人呢，怎么人不在了就找上了？叶儿本来是不闹人的，见哥哥哭了也立即哭了起来。我想要娘要娘。花花看到眼泪有点少的叶儿，真是一言难尽。这小子总是慢半拍，还爱学人。花花，你说娘去了哪里？什么呀？娘就在王府呀。不对不对，娘一定是丢了。哼，花花，你是个坏孩子，你是个大坏蛋，一点也不担心娘。乔杉叔叔，咱们快回府。花花见劝不住了，也对着乔杉点了点头。于是一行人就离开了庄子，赶回了荣王府。皇宫内勤政殿，皇上看着几个臣子脸上面无表情，其实心里已经嫌弃万分。启奏皇上，如今这长安城的百姓恐慌，都是荣亲王造成的。既然王爷购买的那批粮食没有运往南疆，那是否能请荣王妃出面，把粮食再卖给京城3大粮铺啊，以解百姓的恐慌啊？是啊，皇上，如今稳住百姓恐慌才是重中之重。如今从江南运粮食回来还要有段日子，不如荣王府把收去的几万担粮食再平价卖给3大粮铺。哦，几位爱卿都是这么想的吗？赵国公和萧红卓都没有动，这就是他们的意思。没坑到荣亲王，反倒是让郑国公捡了个便宜，他们心里很不爽。皇上，臣觉得可以去荣王府问问，看荣王府是否愿意出售。但臣以为如今再平价收回来实为不妥，如今粮食价格已经涨到了75文一斗啊！赵国公没想到郑国公会拆台，这老小子想干什么？郑国公才不管赵国公用什么眼神看他呢，哼，都是国公爷，谁怕谁呀？他女儿也是太子的良娣，又孕育了皇长孙，他的底气足得很。郑国公的话让皇上的脸色好了不少，总算还有一个明白人。不管怎么说，荣王府的粮食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，哼，还平价卖给他们，脸是真大呀。郑爱卿说的不错，荣亲王出钱又出力的，好不容易收出来的粮食再平价卖出去，这要求属实过分了些。皇上，臣当初卖给荣亲王是30文一斗，现在如今臣愿意花40文一斗收回，这样荣亲王只不过是来回之间就赚了10文呢。赵国公，你觉得你的要求荣王妃会答应吗？当然是不能啊，否则他也不会进宫求皇上啊。赵国公看了一眼皇上这个便宜妹夫，知道这次是求错人了。3位爱卿的意思朕已经知道了，只是这件事朕也做不了主，朕总不能下旨强迫荣王府卖粮吧？
至于京城粮价居高，爱卿们也不用着急，朕会下旨府衙的粮仓出售粮食，百姓们看到有粮，就不会引起恐慌了。赵国公和萧红卓互相看了一眼，都知道他们的算盘是落空了。官府放出的粮食，他们可不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收购，况且官府的粮食都是有限制的，每人每月只能买20斤，这样也就那些普通老百姓会去排队买粮。两人这次来哪是为了京城的百姓，他们只是想低价收回卖出去的粮食罢了。那些粮食可真是把他们在京城仓库的压箱底儿都卖出去了呀！哎呀，真是亏大了。尤其是萧红卓，他哪里知道广安侯不按常理出牌，那老小子竟然直接越过了荣亲王，亲自向刘尚书要了粮草的款项。他听到户部送来这个消息之后，就知道他想让荣亲王吃个哑巴亏的计划失败了。如今还真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最后三人离开勤政殿的时候，赵国公和萧红卓都是一脸的沉重，反倒是郑国公表情倒是轻松一些，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没抱多大希望。郑国公悠然的态度一下子就刺激到了赵国公，他快走几步追了上去。郑国公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临阵退缩了？是啊，老郑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竟然背后捅我一刀，简直阴险啊！两位还真有意思，咱们的立场从来都不站在一块儿，又不是好友，我捅你一刀不是很正常吗？萧红卓想起来了，他们只是短暂走到一起的倒霉蛋而已，他们背后的势力永远不能一致。他是二皇子一派，那俩家伙是太子一派。想到这里，萧红卓连赵国公也不想搭理了。庶子不足羽毛，哼！萧红卓气呼呼的先走了。赵国公这时候反应过来了，他一副哥俩好的样子来到了郑国公身边。郑国公，算起来呀，咱们的利益才是一致的。郑国公从前在赵国公面前弱势，那是因为没有外孙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但是他也没有反驳。就目前来看，太子没有登基，他也不想和赵国公闹翻。赵国公记得就好，不要和萧红卓走得太近，那人损主意多着呢。赵国公一愣，然后才点了点头。在赵国公看来，郑国公也不遑多让，这老小子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于是来之前还抱团的三个人，刚出了皇宫，小团体就这么解散了，三人直接是分道扬镳了。皇上，郑国公三人路上似乎有些争执，三人出了宫门口，立即就分道扬镳了。哦，朕知道了。不和？好啊，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。要是臣子们全都抱成团，他才要担心呢。皇上这时候已经领会了小福宝说的平衡之道。皇上，前去荣王府的人回来了。哦，见到荣王妃了吗？那丫头不是个老实的，最近有点反常啊。皇上，荣王妃说。皇上，荣王妃不在府中啊。什么？那荣世子呢？府中的其他孩子呢？皇上，荣世子也不见了。皇上踉跄地倒退了几步，一时心绪不稳。他不清楚荣王府是出事了，还是他们主动离开了。皇上想到荣王府曾经受到了袭击，心里就开始发慌。快派禁军，全城搜救。是，陛下。不行，朕要亲自去荣王府看看。冯保不敢耽搁，把任务和禁军统领说完之后，就跟着皇上出宫了。皇上天黑了，急匆匆的出宫，还是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。坤宁宫，皇后已经准备好了饭菜，等着皇上来用晚餐。初一和15，皇上还是会给皇后面子的，不会翻任何人的牌子。这时候，大宫女翠环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奴婢听小安子说，皇上出宫了。哦，去哪个方向了？皇后娘娘，小安子说那方向看着像是荣王府。皇后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她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皇上和荣王妃不可能有任何事，之前的那些谣言不过是污蔑皇上罢了。可是心里越想强调，越是容易往歪处想。毕竟荣亲王才离开长安城，你这个大哥就去人家王府，还是天黑的时候去的，怎么能不让人怀疑？娘娘不如去太子那边打听看看，太子和荣世子关系好，想必会知道内情。轩儿或许真的知道。
荣王府前几日闹出了那么大的阵仗，收了那么多粮食，况且国舅爷也才出宫。娘娘，你说皇上是不是去荣王府说这事去了？皇上已经交代了，在娘娘这儿用晚膳，想必是去荣王府也是临时起意。对，徐嬷嬷说的对，荣王府应该是发生了大事。走，咱们去东宫，让太子出去打听看看。是，娘娘。皇上去了荣王府，荣王府的下人呼啦啦的跪了一地，大气儿也不敢出，小心翼翼的跪好了，就怕皇上牵连他们。徐惠，荣世子呢？徐惠是知道小福宝的去处的，他默默地拿出了一封信递了上去。启禀皇上，这是我们世子给您的信。皇上打开信，快速地浏览一遍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小福宝的信上交代了，他和沈妃两人跟着唐之陵一起出门了，去南疆战场。岂有此理！南疆多危险啊！这小福宝怎么能去呢？洪宝，快去把禁军统领叫来，去追人。皇上，世子这次出门暗中已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而且他还交代了，让皇上不必找他。皇上顿时就感觉一股无名火窜到了天灵盖，这一家子还真当出去旅游了。他要怎么办？把小福宝抓回来吗？说实话，他不敢。皇上气得又转悠了几圈，看到跪在地上的徐惠，上前就是踹了一脚。你这该死的奴才！世子既然留了信，为什么不早点送进宫去？要是早一点，人没走远，他还能把人给追回来。现在都好几天过去了，都走远了。来人啊，把徐惠抓下来，给朕重重的打！徐惠爬起来之后，又老实的跪好了，又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信。皇上，这是世子的另一封信。皇上恶狠狠地瞪着徐惠，一把拽过那封信，快速的打开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别动我的人，不要拿他们撒气。皇上两眼冒火，该死的，真的好气呀！太子脚步匆匆地来到了荣王府，就看到皇上气呼呼地在那转圈圈，王府的下人跪了一地。父皇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皇上瞪了一眼太子，不想说话。立即有小太监小声把事情和太子说了一遍。太子人也愣住了，这福宝弟弟还真是任性。不过皇神也是，怎么能跟着一起去？只有荣王妃和世子去了，那其他的孩子呢？徐惠，其他的孩子在哪儿？还没等徐惠回答，皇上就听到了哭声，一连串的脚步声，夹杂着小孩喊娘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娘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娘！皇上扭头看过去，就看到了几个小不点儿。寻儿跑在最前面，眼睛红红的，是真的伤心了。他也不管前院中跪着那么多人，也不管皇上和太子，直接从他们身边跑过去，往主院跑去。后面的几个小孩也是一连串的跟了过去。皇上抽了抽嘴角，哼，跑的队形还挺整齐的。参见皇上。皇上并没有叫起，他正生气呢。乔杉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乔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。他曾经是皇上的人，可是如今，不说也罢。乔杉的头抵在地上，一言不发。皇上确实是生气的，可是火气又不知道向谁发。那些原本他派来给小六的人，目的是监视他，可如今这些人的心全都变了。皇上都搞不懂了，荣王府有什么魔力？其实皇上不懂，能被当人看，谁还愿意继续做狗啊？皇上还在沉思，就被后院的哭声惊醒。皇上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皱起眉头。按照这个哭法，这嗓子还要不要了？皇上抬起脚步向后院走去。娘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花花，你是大坏蛋，你把娘藏起来了。小叶子，你不要胡说，他那么大的人，我怎么藏？你故意替玉去庄子看稻苗，就是想骗我们过去。花花心想，这个姐姐可以啊，这都能想到。皇上才进来就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对话，他的目光对上了花花和小叶子两人。花花，你事先知道你母妃要离开吗？不知道。皇上发现这小丫头小小的一个竟然不怕他，这感觉怎么说呢，很奇怪。小叶子也不怕他，
但那是一种无知无畏的傻大胆。可是花花这小孩不一样，他直接弯腰把花花抱了起来。花花的身子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过来。黄伯父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真的？那你为什么要带着弟弟们去庄子？花花就咬准了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皇上再问，他就不说话。反正是小孩子，皇上也拿他没办法。寻儿自从皇上进来之后就停住了哭声，他看着皇上身上的袍子和父王有点像，都有小蛇在上面，于是来到了皇上身边。我要娘，寻儿要娘。皇上低头对上寻儿惨兮兮的小脸，特别是三胞胎和小福宝是有70%像的。皇上的心一下子就软了，他把花花放下来，抱着寻儿。你是老几呀？我是老3。走吧，和黄伯父进宫。你们和朕一起进宫，等你们父王和母妃回来之后，再送你们出宫。皇上说完，不管花花的欲言又止，大踏步地离开了房间。皇上亲自带着荣王府的小主子们离开，王府的下人都不敢拦着。只是在离开的队伍中，乔杉和乔宇立即跟了上去。奶娘们见状也跟在了队伍后面。哎呀，终于是休息了。感慨完了，沈飞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猪肘子。仔仔，出来吃东西了。小福宝的身子直接出现在车厢里。娘，这肉还是热的。真好吃哎！不远处的朱鲲鹏耸动了一下鼻子。荣亲王，你闻到没有？有肉味。没有，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肉？我看你是太馋了，出现幻觉了都。朱鲲鹏又伸长脖子，仔细地嗅了2下。不对，是肉还是卤肉？朱鲲鹏闻着肉味就想起身去找。唐之灵一下子就急了，一把拉住了朱鲲鹏。哎，都说是幻觉了，哪有肉啊？这句话唐之灵差不多是扯着脖子喊了。沈飞和小福宝终于听到了唐之灵的声音，两人都停下了吃肉的动作，互相对视一眼，然后直接从车厢中消失了。到了空间里，小福宝轻轻地拍了一下胸脯。还好没被发现。娘，咱们以后别在外面吃肉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着你爹闻到肉味了就知道来车厢里吃了吗？谁料朱世子的鼻子这么灵。朱鲲鹏本来就是酒廊饭袋，那鼻子灵着呢。唐之灵虽然拉着朱鲲鹏，但是根本拉不住他。朱鲲鹏已经吃了好几天的干粮，早就馋得双眼冒金星了。哎，这味道怎么淡了？唐之灵猜到沈飞一定是已经躲起来了，慢悠悠地来到朱鲲鹏身边。哎呀，就说了是你出幻觉了，你还不信？哼！朱鲲鹏又跑了几步，发现这肉味确实没了。难道真是我臆想出来的？那当然了，不过咱们还有5日就到汀州了，到时候啊可以吃点好的。也不知道我爹收粮食顺不顺利。广安侯比咱们有经验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况且呀，你爹的主意很好的，先开官府的粮仓，咱们后续再把粮食给补上，不过只是刀把手的事儿，问题不大。你说的对，我爹我还能不放心啊？朱鲲鹏咬了一大口干粮，给他噎得够呛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之前真的闻到了肉味。唐之灵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肉的事儿就过不去了是吧？唐之灵这几天可没饿着，休息的时候就去沈飞的空间里打牙祭，哪里懂得朱鲲鹏的苦楚。哎，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快回车厢睡觉吧啊！明早啊还得早起赶路呢。朱鲲鹏见到唐之灵毫不犹豫地去了车厢，他的眼睛就眯了起来，那个小白脸儿好像一直在车厢里没出来。哎呀，荣亲王啊，不干净了！飞鹰，世子，我让你给京城荣王府送去的信，你送了吗？世子，属下前2日就送了，还是用的飞鸽传书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还没动静？小福宝就不着急吗？朱鲲鹏不想和唐之灵撕破脸，那日他已经追问过了，那家伙死不承认的，他也不能闹得太僵，但又不能看着小伙伴继续执迷不悟，只能期盼他们王府内部解决了。皇上带着5个孩子进了皇宫，终于让寻儿几个不哭了。他们很聪明，听了解释就知道沈飞不是丢了，是跟着父王出门办差了，他们只需要在皇宫等着就好。这3个小家伙也接受了。
黄伯父，我饿。好，咱们这就吃饭。龙宝，你快去让御膳房多准备一些吃食。皇上，您之前给坤宁宫传话，在那边用晚膳，皇后娘娘想必还在等着呢。皇上这才想起来这一茬，5个孩子进宫也要知会皇后一声的。好，那就去坤宁宫吃，让御膳房多送几个菜去坤宁宫。是，陛下。父皇，弟弟妹妹要不要送去东宫？我来照顾。皇上没有一口答应，主要是皇上知道太子的情况，现在太子妃的性子变了，皇上还真不敢把这5个孩子送到东宫。不必了，这5个看着都不是个老实的，你恐怕没时间照看他们。太子小心地看了皇上一眼，咱们俩比起来，好像是您更忙一点吧。但是太子不敢反驳皇上。是，父皇。走吧，咱们去坤宁宫。众人到了坤宁宫的时候，皇后早就知道了消息，毕竟御膳房又送了好些食物过来，还有一些专门是为小孩子好消化的菜。皇后此时的心情很好，知道沈妃和唐志玲一起跑了，她那点疑心病又没了，整个人都变得明媚起来。她亲自出来迎接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后站直了身体，看到眼睛红肿的寻儿，这是荣亲王家的孩子吧？这小脸哭的真让人心疼啊。是啊，这小子是个爱哭包。寻儿也不害怕皇后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皇后。皇上，这孩子这么看着臣妾，可是臣妾哪里不对？这个姨姨长得真好看。皇上，荣亲王家的孩子嘴巴还真甜啊。皇后都是当奶奶的人了，被一个2岁多的小娃娃叫姨姨，心情非常美。我不是姨姨啊，我是你皇伯母。皇伯母长得好看。这孩子真讨人喜欢。皇后自从生病之后，这几年调养得不错，但气质总有那么点忧郁。现在这爽朗的笑出来，让皇上多瞧了好几眼。皇上看着这样的皇后，好像是想起了才成亲的时候，皇后就是这样。皇上一时间想起了很多从前的美好。走，进去吧，孩子们该饿了。太子就这么看着父皇和母后带着六叔家的孩子走了进去，那画面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，反倒是他这个亲儿子是个外人，